公公去世之后呢，婆婆一个人生活了7年。我先生就很不舍得他妈妈，把城里的房子很坚决地卖掉了，就决定回来。这个房子的改造与我们一家3代人来说都是全新的开始。人家走过我们家啊，这家人家一定是很幸福很有爱的。我婆婆今年85岁，是我们家镇宅之宝。她是真正的守宅的人。老宅住真的不容易，冬天很阴冷，夏天很热，用了1年多的时间。建筑面积应当有500多个平方，院子也有差不多400-500个平方。1楼是生活区，2楼呢是卧室，3楼呢有一个阁楼。院子里有一口老井，围着井边就是洗菜洗漱。农村的老宅还是有斜坡屋顶、梁架结构的，要有这种传统的元素和味道。我婆婆结婚的床上的花板卸下来，有麒麟送子啊、和合2仙啊，吉祥的画面。粉墙黛瓦这种江南的意境，这是父辈们给孩子留下来的精神财富。所以不是大面积去拆改，更多的是在它的一些开窗方式和自然是怎么去结合的。修旧如旧，它是山居嘛，地貌就特别的丰富。围绕这个它的地貌，大门一进来做了一个门厅，正对方呢正好是一个跃动门，有一点像游园，至少有8条的回游动线，不同高度平台，室内到花园，人与人和自然的这种交流的方式更加的丰富化。农村里的人不像城里关起门来，在动线上一定要通透。书房是我最爱待的地方，大转角的窗户几乎是可以把我们整个家一览无遗。食堂中间种了一棵清风，后面是一堵白墙，有点像苏州博物馆的贝聿铭拿米芾的山水画来做了以墙为纸，树影照在上面，老天爷给我已经画好了构图了。池塘往前面是伸出来一个大平台，上面是天井，是打通空的，光就从上面扫过来，雨下来唰就像雨帘下到下面的池塘里。楼上就是我儿子媳妇的房间，他们只要头在阳台伸出来，我们老2口坐在下面就可以直接这样，哎，你们好，哎，你们在喝什么？水是流通的，风是流通的，人的心也是流通的。榻榻米式的阁楼，这个地方是我媳妇的最爱。她每次回家累了，一定会到3楼去待着。远眺是远处的山脉，近看是我们院子里的树影。成年人觉得这个地方只要盘腿一坐，人就松下来了。小孩说那是秘密基地。我们一般造宅子都会种一棵树，树有根是一种支撑。这个香樟树可以是说我们家的老大，还是我先生小时候我公公婆婆种下的，有50年。这个柿子树也有20-30年了，每年都结果，真叫硕果累累。我强烈要求我要种一棵桂花树，满村都有香气了。门口有一棵白皮松，是我先生他爸爸种的。我公公去世之后，他们母子俩看见这棵树会有很多的念想。有这么多的树滋养着我们，滋养着这方土地。好的一个宅子啊，养人。以前啊，活到这把年纪，有很多沉重的地方，轻松是我们所有的人搬进来住后的一个特质。最快的发现变化是我婆婆。有一天我们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先生突然对老娘说：“哎，老娘，你脸上的斑淡嘞。”我们回到农村生活，以一种全新的样态来生活。
朋友来来往往，一定会让别人也勾起这种回到老宅对家的一种向往。连根养根，归根。